那我们看到杂木，他的最快完成时间是2分03，获得第一次次数是1次，平均完成时间2分16，超越玩家次数59次，使用道具数量18次，道具命中次数14次。杂木也是老熟人了嘛，对吧？对的。他在游戏的一个完成过程中，再包括他的这个完成的时间啊，其实他也是比较去争个极限的。是的，4次，没错，难得的一个小女孩啊。是的，在昨天呢，他的完成时间呢也确实比较常规嘛，但也是是代表他比较稳定。看到我们的一个第一局的对决，哎呦，安安直接抢到了吊桥。那这样也是能够，虽然吃到了一下雕像，不过影响不大。哎呦，被都给勾回来了，勾回去了。那反而是焦是从左边跑到了第一，看这边的一个线对他的一个影响，能够躲掉。哎，这里的话也是没有吃到的。前面的话应该是摸的是还好吧，钩子应该是冲不过那扇门了，已经28秒了。旋转门也这样的话当然要都卡在这里了。哎，这把枪好像没什么用。作用不大，因为你在降下来的同时也是行啊。对。然后杂墨这边吃一个位往前冲，两个人伤有磁铁，在后面弹走，自己是给自己丢了一个反向磁铁。杂墨可能其实是想着，哎，预判一下这个误刃出现的时间，然后把他直接推过去，让他吃这个误刃。是的。要是这边依旧是个第一，而且还有个加速9啊。那喝过去的话，第2名、第3名是没有钩子的。那就很咱们身上2个泥瓶，这个泥瓶得丢啊。2个全丢，焦是已经摸到一个护腕冲过来了，然后第2名要也跟上。这个位置很多次都是烟雾瓶啊。是的。再的话，焦是他的一个速度是比较断档的。哎，不过这边被挡住了，那后面有里奥能跟上来。是的。看来不来得及，还是能保持着领先吗？里奥这边先抢到了弹，但2个人是同步的。是的，勾板这2个人也是同步的，但是里奥是烟，焦是那个钩子，哎，焦是这个护腕。好，就看这个甩钩了，这个甩钩能不能把勾回来？只有这个机会了，勾不回来。第一时间上爬梯，走右边，看能不能从右边给他勾回来。记号是，其实这里是可以第一时间先把他勾晕，再上这个矿车。是的，看能不能把他勾晕呢？上矿车的时候也可以勾，没有选择勾，没有选择勾呢，反而也是让自己的时间会耽误一些了。能跑到这个第一的，哇，很丝滑。是的。那焦石这边的话，只能去争这个第2了。没有办法改变吧？现在已经选择加入了佣兵教。是的。安也是拿到第3，杂木拿到第4，不要吃我的小包子是拿到了第5。对的，不好意思的话也是一个第6名。就是说扩大一些优势吧。对的。不过反转嘛，很容易出现反转的。你第一局拿第1，你后面也可能会是在5、6名的，所以一定要稳住。是的。其实有时候一开始跑到后面也并不是一件坏事。没错。那么焦是没有抢到，是先抢到的。那我们看安这边也是一马当先啊，冲到最前方。对的。这样的话，他这个泥瓶也没有丢到，虽然说摸了个烟，但是是有机会直接去冲这个门的。再加27秒，后面有个钩子，能来得及吗？进去了。那现在他这边应该是有点断档了，一个人遥遥领先。是的。而且这边是一个误区啊，误区的话它是不会卡住你位置的，你只需要躲就行了。再摸到一个弹簧手的弹簧，哎，但是 QTE 失误了，这边是不太应该浪费掉自己的一个护腕。没错，看安接下来能不能躲掉后边的甩钩吧，因为后边的道具他是拿那个，就有机会能把他再勾回来嘛。是的，不过距离比较远嘛。刚出现在视野里，里奥排在一个第2名的位置。这个护腕弹过来就跳下去。那看到这里有一个是抱着一颗球躲掉食尸鬼的攻击2次。然后这样的话，他选择走左边，看这个升降门吧。升降门是被卡住了，那直接选择跳舞。再贴个图吧，因为自己反正也是被拦在后边了，也不太影响自己的时间。看到安这里使用弹簧箱，球拉过来，球。
第一时间上爬梯，后边的人拉的位置太远了，就纵使自己有道具，也没有办法阻拦。是的，第一时间也是上矿车，下来有弹簧枪1次、2次，到达了终点，也很漂亮。是的。那第二不要吃我的包子也在陆续的赶上。那看一下后面，里奥的话排在第3，然后教室这边有个钩子能追吗？追不了。没错，对的。这样的话，天安他这波一个第1的反超还是很关键，对他来讲。是的。然后包子的话，因为他前面也是比较靠后嘛，他这波一个第2，那我们这个积分排名可能又要比较接近了。就不好意思，跟杂莫他们好像只有去跑到第1才有机会。对的。因为积分他在前面获得实在太少了嘛。你比如杂莫在第1局是获得了3，第2局获得了1，不好意思呢是在第1局获得1，第2局是获得了2，整个总积分。但是跑第1的情况下，还得3、4名他们去跑到垫底。对。看一下这边怎么说，是杂莫的第1视角，抓最右边被挤住。现在的话，再次想要吊桥，这个刷新位置还是比较讲究。没错。那树友右边树王走，右边硬走啊，连怕都建了不怕了。2个雕像的一个位置，然后就对，是的，细节的。这里虽然吃到了2下吧，2个雕像，手里拿着个幽瓶。杂莫这边也在脸上，2个人应该能够一起通过这个装逼的门，那就有压力了。而且杂莫是有一个弹簧的，他可以利用这个磁铁把它给弹到那个音符上面去。操作，哎呦，弹过去了，这个玩的好啊！杂莫这一手的话，就是把现在他前面那个雕像的房的一个伏笔回收了嘛。没错。让他自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借刀杀人，直接拿到第1。是的，这波套路玩的非常的好，而且咱们现在也在前面保持着遥遥领先嘛，手里一个甩钩也能保证自己的位置，纵使被别人超了，也能第一时间把你再勾回来。没错，那杂莫这把的话就有机会跑到第1了。是的，他跑第1的话一定要第3、4名去跑到垫底。没错，直接躲鬼的攻击，躲得很漂亮。哎呦，但是上来这个升降门没有太给他的面子啊！丢一个泥巴拦住里奥的位置，但是确实干扰到了，应该几秒吧？对的，然后再一个钩索补充上来。甚至还有个刺别，杂莫跟过去了。对的，杂莫在前面领着，然后教室里奥他们粘在一起，跟包子，没错， 3个人一贴，那可能对他们来讲的话，想要去反超就很难。杂莫也抢到了爬梯，你别说这一局他还真的有机会拿了第1。对，第1是有了，但是就看一下第3、4名给不给他这个被他超越的一个机会。没错，因为毕竟他的一个积分排名实在是太少了。现在杂莫的机会是有了，也是要看其他人能不能给个面子。对，门口还要再嘘了一声，他知道镜头是在他的脸上。对，但是他这一次跑第1也不一定能够晋级。教室是在第3名的一个位置，然后包子也是在第4名的一个位置。没错。千安反而是在这一次跑了一个第6。他的一个积分加上应该是一个13分，差不多吧，应该是积分是在13分，主要还要看这个总积分嘛，因为毕竟你从这个机械上去算的话会比较准确一些，对吧？对，看个总积分啊，先看总积分，然后再去算时间。是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晋级情况。是的，是里奥、千安跟教室，很可惜啊，杂莫这边只差1分。假如他能够多跑一个第5名，是的，但我们也是要恭喜前3，然后获得了晋级资格啊。杂莫这边包括后边的11分的包子呢，也是非常可惜吧？可惜，就因为你前边的如果能获得分数能再高一点点，其实就真的能把对方给反超了。对，因为剩下2个就是第2名、第3名都是13分，如果他能跑一个13分的话，这3个人还真的不一定是谁是那个最后的那个人。